第126章毁于一旦。唐耀华这家伙就是个表情包，找他签单拿钱可以说是骨灰级的难度。就像今天这样的机会，他是主动找我的，而且现在明显有求于我。如果这样的机会我都不把握，我还做什么业务呢？唐耀华拿着合同反复看，就是不签字。我心想，这个合同你一早签了，我也不至于会去研究你，说不定老彭那个冤大头就被你给拿下了。所以说人还是不能太精明了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唐耀华就是精明过头了，他和老彭做的是上千万的生意，跟我做的是10多万的生意，为了我这么一个小生意而影响到上千万的生意，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搞笑？可能他自己还没有意识这一点，但是我作为旁观者却看得清清楚楚。老乡，行业网站其实我也研究过，实话讲，你们有同行给我报过价。唐耀华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，全都是向我委婉的表达他对网站建设很懂，网站建设的成本其实比较低，我的报价肯定是高了这一类的意思。我一听就想笑，心想这掉毛真是搞笑。现在是他求我办事，他妈的还纠结这么一点网站的报价，实在是太滑稽了。我给自己点了一根烟，不紧不慢的道，老乡，我明确跟你讲吧，如果找我们来做这个事情，就是这个报价，而且再也不会在价格上有空间。当然你说外面有一些公司报价低，这个我承认，但是那又怎样呢？我不可能跟着别人的价格来定价，做生意的事情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。是，老乡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你这样好不好？你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？我说可以啊，你可以考虑。我朝老唐努努嘴，老唐把合同收了起来，我们就准备撤了。唐耀华却道，老乡，今天我们还是约一下老彭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吃顿饭，把那块地的事情扯一扯。我简直是惊呆了，我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唐耀华想什么代价不付出，让我去帮他搞定老彭，我真的笑了，道，老乡，今天肯定不行啊，我们马上还有其他的客户要见，我不比你们当老板的，我一天不出单那是要饿肚子的。我把话说完，和老唐两人立刻就走，像躲瘟疫似的。唐耀华就算再傻，他也搞明白了。等我们跑到楼下了，他喊我们，老乡，你等一下。然后唐耀华最终还是把这个单给签了，签单拿钱，那晚上就要去见老彭了。我和唐耀华两人去龙华找彭洪波，一见面彭洪波就直接发飙，对唐耀华道，唐总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他妈当我是冤大头？你狗日的公司名下好多块的，什么狗屁照顾我？你他妈就是专门卖地的。还有你这100亩地，你的拿地成本只有几百万，你狮子大开口要我1000多万，你怎么不去抢钱去？行了，这事儿我们不用谈了，我就差2条生产线而已，也用不了100亩地，我最多用10亩地就够了。我哪里找不到地方？我甚至可以不用买地，我租一块地或者租一个完整的厂房，又需要多少钱？彭洪波劈头盖脸的一番臭骂，直接把唐耀华给骂懵逼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唐耀华玩了一个大套路，这家伙把这一大块的包装成了一块稀缺资源，利用这个忽悠彭洪波。彭洪波建厂不需要那么多土地，他就让彭洪波把土地拿下炖起来，拍胸脯保证若干年后肯定会升值。彭洪波脑子一热，彻底被忽悠，而且现在老彭手中拿不出那么多钱来，唐耀华还积极奔波，利用关系帮老彭联系银行，只要老彭愿意，可以用黄金锁业目前的资产做抵押搞银行贷款。可以说这个交易唐耀华把所有的细节都设计好了，只等彭洪波拍板交钱呢。结果黄了，事情到了这一步还谈什么？这个生意做不成了。唐耀华脸都绿了，有点恼羞成怒的意思。他骂彭洪波做生意不讲信用。彭洪波是什么个性的人？他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，当场就和唐耀华干了起来，两人不欢而散。唐耀华离开的时候拽住我，我以为这家伙要反悔耍赖，行业网站不做了，要退款呢。没有想到出了老唐的黄金锁业大门，他竟然嚎啕大哭起来。老乡，你堂哥这一次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看到他身子一软，直接瘫倒地上去了。我大惊失色，道，老乡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费了很大的功夫，终于把唐耀华给劝上了车。上了车之后，他就跟我讲，说之前搞医疗器械确实搞了一些钱，手上有了钱之后就比较膨胀，想着搞多元化，但是只要他搞投资都亏钱，其中亏最多的就是囤地。他现在手中有10多块工业用地，这些土地占用了他几千万的资金，他本来手头的钱就不多，资金占用之后没有办法周转，他就不得不借债，在外面借债利息高，2年滚下来债务已经堆垒成了一座山了。他这一次盯住了老彭，精心策划，搞了这么大一个套路，想着凭这个机会能起死回生啊，没有想到这里面阴差阳错，最后竟然让老彭给识破了玄机。他这块地卖不出去，他还干什么呢？完蛋了！我看到一个大男人崩溃的用脑袋砸墙，心里还是有些难受。我想纵然唐耀华这个人有千般不对，终究还是为生计所迫，为压力所迫。在深圳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这样，充满了尔虞我诈，商场之中哪里没有陷阱呢？又有几个人没有坠落陷阱之中呢？
就说唐耀华自己也是落入了别人的陷阱，要不然他手中这些的又是从哪里来的？晚上，他让我陪他喝酒，在他的厂门口，他喝得酩酊大醉。我问他，老乡，你给我做一单行业网站，是不是只是为了我能帮你找老彭卖这块地？唐耀华苦笑摆手道，老乡，这都没有什么意义了，都他妈是扯淡，这一笔生意黄了，我的公司就要顶给别人了，我辛辛苦苦10多年，现在毁于一旦了。